2019年年底，广东茂名一家医院的护士张小杰正常值班的时候，被医院领导安排照顾一位刚刚因车祸受伤入院的病人黄讨厌。但令小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生性热情开朗的小杰尽心尽力地照顾黄讨厌之后，黄讨厌突然变得异常起来。住院期间，不仅点名必须有姐姐给他打针，并会时常跟踪偷拍张小杰的照片。好不容易熬到黄某出院，小杰心想终于可以清静一下了。但让小杰一直担心和心生恐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黄讨厌不仅随时随地的跟踪骚扰表白张小杰，更是搬到小杰家的楼上，冷不丁的就跑到小杰家门口，对着摄像头比心示爱，甚至亲吻小杰家门外的猫眼。不堪其扰的小杰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数次搬家，但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论小杰搬去哪里，黄讨厌总能紧随其后，搬到小杰新家的楼上，并逐步升级对小杰的跟踪和骚扰。比如黄讨厌数次以小杰的名义偷拿他的快递或护士工服，用小杰的照片当作社交媒体的头像，并公开表白。最让小杰及其丈夫无法容忍的是，黄讨厌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还拿到了小杰与新婚丈夫婚纱照片的原始底片，以及小杰从小到大不曾对外展示过的数十张私人照片。在爱而不得的情况下，黄讨厌开始扬言，为了小杰，她可以试着接受小杰的丈夫，并愿意嫁于其夫，共同生活。无独有偶，就在黄讨厌出院后持续跟踪骚扰张小杰的时候，2021年4月8日，山东泰安的周孝珍女士正在遭受公司同事刘鄂男的持刀伤害。这个案件更为恶劣。如果说黄讨厌我们尚且还能勉强视为连派出所民警都拿他没有办法的跟踪骚扰案件，因为他并没有对小杰造成实质性的人身物理伤害，而泰安刘鄂男对周孝珍女士的伤害致死事件，那简直用人神共愤来形容也不为过。就因为周孝珍女士无意与其谈恋爱并明词拒绝之后，刘鄂男便展开疯狂的报复，美其名曰他为了孝珍婚都离了，你还不答应我吗？短信、电话骚扰、托人捎信、找领导撮合，甚至偷走周孝珍女士的手机，删除手机中所有男性的联系方式，还以自杀威胁周孝珍，最终导致了2021年4月8日悲剧的发生。年仅30岁的女孩周孝珍下班后被变态追求者刘鄂男当着另外2名同事的面猛刺数十刀之后永离人世。今天大象想和大家试图通过上述的2个极端案件，试着探讨一下关于跟踪和骚扰的话题。当然，熟悉节目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11月份万象奇谈探讨的主题内容都是关于跟骚的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悲剧事件？遇到此类毫无底线的跟骚者，我们又将如何才能有效自救？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不怎么熟悉的名词——病娇。这是一个近年来自 ACGA 次文化中一个萌属性的名词，意指一种不健全的心理疾病——畸形的爱所产生的病态扭曲心理，有点偏向占有欲，又有极端的思想和行为，常常做出超乎常人理解的过激言行。这种性格的人物通常会对某一种现象或者某一个人产生病态的执念，做出无论任何手段都要将其占为己有的恐怖行为。平常不发病，不易被人发现。根据百科给出的相关定义，病娇的形成通常会对某一种现象产生常人无法理解与认同的强大情绪和执念，并会以此为动力做出过激的行为，比如疯狂的示爱、排他、跟踪、得不到就毁掉、自残等极端行为。了解了这个名词，我们再来讲述今天的这2个故事，大家就应该比较容易理解这类人群的真实属性了。对，他们就是整一个变态人群，犹如狗皮膏药，沾上难逃。如前所述，
茂名医院的美女护士张小杰，在照顾因车祸入院的病患黄桃艳的初期，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半大孩子，对于一个同性女孩的依恋，忍到她病好出院也就淡了。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小杰警觉，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在黄桃艳刚刚入院没几天，小杰的同事告诉他，那个黄姓的女孩在向其他同事打听小杰的个人情况，并试图向别人讨要小杰的微信。小杰对于同事的善意提醒，当时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放在心上。就在当天下午，微信消息提醒小杰有人加他为好友。小杰通过验证后，随便和对方客套了几句，但很快小杰发现黄桃艳的言行方式非常怪异，总是有意的向自己打听自己的隐私。小杰装傻不认识对方之后，就把对方删除了。就在删除对方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正在护士站吃饭的小杰突然被一个疯了一样的女孩冲进来，厉声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删除我的微信？”根据当时在场的同事反映，如果当时不是其他同事阻拦，黄桃艳当时几乎都要扑到小杰的身上了。保安闻讯赶来时，黄桃艳已经被其他同事强硬隔离。这件事情发生后，小杰主动请求护士长让自己调离黄桃艳所在的病房，尽量不要出现在她的面前。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越是张小杰拒绝黄桃艳的请求，他便会越发变得疯狂，随时随地打进来的陌生电话，包括夜间休息和小杰的值班时间，不停被人添加的微信陌生人，以及在小杰工作、休息、上班途中，黄桃艳总是会出现在小杰的身旁，或是拍照，或是呼喊姐姐姐姐。根据后来小杰的母亲于事发2年后对于媒体公布的视频内容来看，他在你后面完全是紧跟那种，就可能1米。就在黄桃艳将要出院的前一天，黄桃艳在社交媒体公开表示对小杰的喜爱之意，并明确表达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守在护士姐姐的身旁，可以和护士姐姐一起吃饭、聊天、看电影，甚至要求和小杰一起睡觉，还想认识小杰身边的朋友。当时小杰就明确告诉黄桃艳，自己已有未婚夫，已经在准备婚礼了。然而，面对小杰明言拒绝的情况下，似乎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黄桃艳对小杰的疯狂追求。出院后的黄桃艳开始疯狂跟踪骚扰张小杰。与此同时，关于示爱张护士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开始在各大社交媒体公开传播。超级变态，我已经吵到要死了。又难听又核突。公开的视频片段显示，黄桃艳甚至拉着小提琴在小杰家的楼下公开示爱，边拉琴边大声呼喊小杰的名字。不堪其扰的小杰数度搬家，但没过多久，黄桃艳总能准确定位到小杰的新住处，并搬到小杰新家的楼上，开始重复不断的跟踪骚扰。不仅如此，小杰的家门外的电子猫眼总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提示小杰家门外有人徘徊。监视器的画面显示，黄桃艳数次通过监视器向小杰表达爱意，甚至亲吻猫眼。3更半夜，不分时段，犹如恐怖电影，惊吓不断。最让小杰无法忍受的是，黄桃艳曾数次突然从小杰的身后窜出，对小杰实施摸头杀，吓得小杰惊声不断。事情发展到后来，黄桃艳全然不顾小杰的感受，随时公开出现在小杰的身后。大家注意看画面上的内容，基本就是紧随其后，即使当时有记者的公开记录，也无法影响黄桃艳的疯狂，并数次抢夺记者的摄影机。小杰和记者这样表述：也不会说伤害我，就跟在我后面还是会不停的拍照。你越是随他的就越变态。跟踪边对我说：“我就是看一下而已。”自黄桃艳与张小杰相识持续跟骚1年半的时候，同事告诉小杰，黄桃艳在社交媒体上宣称自己有护士姐姐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并陆陆续续地公布了其中的一些照片。小杰查看后一阵脊背发凉。小杰说，有些照片我自己都拿不出来了，况且我们小时候也是很少拍照的。我微信加他的时候封锁了他对我朋友圈的查看权限，他应该看不到我的照片。可是现在他连我们婚纱照的底片都有了。
小杰与丈夫感觉事情太过蹊跷，两人赶到婚纱摄影机构，店员告诉夫妻俩，婚纱照的底片在客人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是万万不可能外泄的。况且当初签订了婚纱摄录业务的时候，合同的相关章节有明确说明，他们也愿意配合相关单位的调查。小杰的丈夫推测，会不会是黄桃燕在他们的婚礼现场翻拍的？很快，这个结论也被推翻了。小杰说，婚礼大屏上和现场播放摆放的照片都有相关的水印和动效，而黄桃燕的照片明显就是影楼初始拍摄的底片，有几张都没精修过。据张小杰回忆，虽然当时黄桃燕短暂出现在自己的婚礼现场，当时婚礼结束后，我们去招呼亲朋，有同事跑过来对我说她就坐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在那里大声痛哭。我们很害怕她搞出点什么事情来，就叫人把她拉到了外面。其实自黄桃燕出院后，不断跟踪骚扰张小杰开始，张小杰和家人认为对方只是一个刚出社会19岁的小女孩，尽量不要破坏了她的名声，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小杰的家人多次尝试联系黄桃燕的父母，让小杰和家人非常意外的是，黄家父母似乎并不太愿意管教自己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否认黄女是自己的女儿，后在相关部门的一再核实下，对方表示他们也管不了这个女儿，联系的多了，他们就说孩子有病，自己真的管不了。无奈之下，已经严重神经衰弱的小杰妈妈对警察哭诉，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管一管啊？我们家的孩子被长期骚扰，现在瘦得皮包骨，看得妈妈心里疼啊。派出所的民警甚是无奈，多次出警批评教育并拘留警告过，但每次黄桃燕都会当着民警的面诚恳致歉，甚至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骚扰小杰。但是只要到了第二天，黄女养精蓄锐后，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又会再次出现在张小杰的身后。事发2年，黄桃燕的骚扰行为并没有因为警察的介入而变得有所改观。按照小杰的说法，自己的感受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多次帮自己报警，并找到街道和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一切又好像回到了原点，没有半点进展。现在报警，估计连警察叔叔看到自己都会无言以对了。每次报警，警察都来，但近半年的时间，黄桃燕看到警察靠近，拔腿就跑，搞得警察也都疲累不堪，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游击战术，他是学到了精髓呀。自事件被小杰家人网上曝光后，针对黄女的行为出现了不同的讨论方向。其中有一种有点类似于受害者有罪论的说法，甚至更甚，其讨论的中心思想直接剥夺了张小杰的交友自由权。宽容一点吧，正因为人家不是恶意，那就帮助人家走出来，难道非要搞到别人因爱生恨想杀了你吗？这事儿很难解决吗？有一个这么崇拜自己的妹妹，是我都笑醒了，给她点鼓励，教她应该做点什么。没事儿，大家聚聚吃吃聊聊，也是一种互相鼓励，还是不会做人。说这种话的人非蠢即坏，都要把我骚扰到什么地步了，我还要接受他随时随地的介入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张小杰也试着开诚布公的和黄桃燕谈了谈。他非常喜欢我找他谈谈，因为正中他的下怀，他可以和我一谈一整天，反而成了他靠近自己的一个理由。但我没有随了他的意，他会在网上发布那些言论和行动，逼迫自己与他见面。真的很崩溃。难道我就不能拥有自己的生活吗？而他所要求的，希望小杰能够陪他一起聊天，一起看电影，甚至一起睡觉。别说小杰了，是个正常人在这样自私行径的高压下，会感到恶心和厌恶吧。媒体公开的信息显示，黄桃燕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依然在医院附近溜达。由于医院实施管控措施，她无法进入。面对工作人员的好言相劝，她曾公开怒怼：“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网络攻击吗？”黄桃燕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份参加严重精神障碍社区管理治疗服务知情同意文件。文件显示，黄女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媒体的报道却也证实了，
在张家人联系黄女父母无果后，派出所民警联合当地社区管理干部，曾把黄女送到当地的精神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张小杰活了个轻松，心想等她出来后就应该治好了吧，自己也就不需要东躲西藏，自由生活了。但很崩溃的是，猝不及防的某一天，她又出现了，非但没有变好，更是变本加厉了。她每天都会在网上说要曝光我的照片，曝光我的地址，还曝光我家人的信息，极其过分。最让张小杰不解的是，为什么她要这样做？她就可以大摇大摆，却搞得我走在路上要畏畏缩缩，好像有错的人是我一样。朋友们，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如同上期节目中我们的谢女士对家暴自己的丈夫贺仲阳发出的那句为什么一样，让人既无奈又悲哀。一次尽职的工作流程，却让自己陷入了噩梦般的深渊。事件的最新进展似乎一直停留在2021年的5月份，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5月1日，广东茂名市城南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黄某某已被送往茂名高州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看过这样一句话，爱你的人会让你感到心安，不断呵护你；不爱你的人只会让你心慌，不断消耗你。虽然有点鸡汤文的味道，不过也能很好解释了黄桃燕之于张小杰剥夺他人的择友权利，甚至为了占有对方而不择手段，还要道德绑架他人，要宽容点，你省省吧，大可不必。我没有这个义务，你也没这个权利，这也绝对不是你所谓的爱，这是绝对极端且自私的占有欲。乐不可极，极乐生安；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如果说黄桃燕的行为算是对张小杰的严重骚扰行为，还未对张小杰造成物理性的伤害，那么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要讲述的周孝珍女士拒绝他人追求后无辜被害的故事，或许会让我们站在第三角度清楚地看到不加抑制的占有欲是如何无限膨胀，又是如何陷入病态的偏执疯狂。大象也将借由这个案件和大家一起逐步看清偏执狂的爱和恨为何都太极端，上一秒还爱得死去活来，下一秒就想要将你推入无尽深渊。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下期继续。